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为了史莱克的荣耀！有人敢亵渎龙族最纯正的血脉，誓死也要堵住缺口！宇浩带回来的稀有晶石我有成果了，行动所属，摧毁这座城市！找死！四天朝！天怎么了？龙神斗罗木恩，你们要死！金光巨龙内，龙神斗罗穆恩残魂现身，肉身已逝，灵魂却寄存黄金树，只为守护史莱克。帝天怒吼，要灭穆恩以报三眼金尼之仇。穆恩一声令下，玄老回神，饕餮神牛在金光灌注下蜕变，土皇转精灵，牛角弯成鹿角，牛蹄化人手，腋下生巨眸，面庞回玄老，却带穆恩之威。现在玄老变身羊身人面，虎齿人爪的模样，正是龙神九子里的老五饕餮。其实穆老临终前把阁主位传给玄老，学院里是有争议的，玄老实力第二，但日常摆烂爱喝酒，管后勤还不如宋老。穆老只用一句话压下所有反对，玄老的武魂血脉是唯一能克制帝天的钥匙。帝天的金眼黑龙王血脉几乎登顶斗罗食物链，极致黑暗，连极致之兵都冻不住。穆老100年之前就明白，想翻盘只能从血脉下手。玄老的饕餮神牛里藏着龙神第5子饕餮的稀薄血统，只是平时被牛的基因压着。穆老死前把灵魂和魂力塞进玄老体内，强行拔掉牛的部分，把饕餮血脉直接拉满，相当于给玄老开了个上等外挂。帝天当场瞳孔地震，几十万年前他亲眼见过饕餮，情绪瞬间破防，甚至脱口而出饕餮叔叔。但下一秒他反应过来，这气味不对，是史莱克用灵魂拼接的高仿。暴怒值瞬间拉满，鳞片倒立，乌云转紫，天空直接裂出末日一般，这才是帝天认真起来的毁天灭地形态。就在帝天准备一剑清场时，史莱克城东一道金光冲天而起，精准落在玄老身上。金色光束自他体内迸射，转瞬织成穹盖，将整座史莱克学院温柔包裹。无论兽神帝天的威压如何撕天裂地，皆被死死拦在500米高空之外。城外魂兽浪潮亦被无形光幕弹回，寸步难进。这是穆老以生命为引，唤醒黄金树之魂的终极守护。万年来，历代海神阁主以自身融入树干，沉淀的浩瀚能量早已让这棵巨树踏入半神之境，只在此城便能抵御半神之下的任何冲击。光照稳住战局，也点燃玄老体内沉睡的饕餮血脉。黄金树纯净的能量灌入，与穆老的魂力汇流，饕餮虚影骤然拔高，金光凝为实质，塌陷的天空被一寸寸补全。面对帝天倾天覆地的紫黑龙威，金色领域不仅不坠，反而逆势扩张，饕餮之躯愈发巍峨，气息节节攀升，竟隐隐反制兽神。帝天怒笑，万龙焰随之降临，空中裂开无数紫痕，颗颗与帝天无二的黑龙头探出裂缝，龙炎汇成灭世洪流。然而穆老100年筹谋岂会无备？饕餮扬手咆哮，龙神九子的至高血脉令万龙俯首，地面龙系魂兽尽皆颤服。下一瞬，他吐出一轮直径1000米的金色巨头，巨口张开，如深渊倒悬，将所有紫黑龙炎惊吸而入。帝天惊觉不妙，龙尾破空，饕餮金手骤转，巨口前合，竟将帝天1/3龙躯生生咬住。帝天怒啸震天，挣扎如狂潮，却挣不脱那吞天噬地的金口。万丈金光自饕餮本体升腾，与空中巨头合一，化作吞日金轮，一寸寸将帝天拖入深渊。帝天怒吼回荡，困我一时，救不了史莱克。咆哮未绝，整具龙躯已被金光彻底吞噬，天穹浸染流金。黄金树最后一缕能量随之耗尽，护城光幕无声消散。帝天被封前的终极命令化作万兽奔腾的号角。诸葛神弩炮怒吼再起，实心令旗连挥，3轮1600枚高爆弹排空而出，落点精准后移，截断兽巢腰腹。爆炸火海撕裂大地，深坑如鹤，前锋魂兽顺承飞灰，后军亦被弹坑所阻。碧击碧光青天，紧急救治残军，却仍难挽狂澜。残存兽群屏满涌攀城，利爪抠墙，却只留白痕。城头1000名魂师间扛射线枪，寒光之网将攀墙者成片扫落。诸葛神弩炮借机冷却，待后续魂兽填上缺口，先头部队已10不存1，而史莱克城依旧零伤亡。新兵们由惧转定，信心随硝烟升腾。唐门众人抵城，贝贝向严少哲报道，却被定为后备。严少哲难掩激昂，穆老卫士与玄老共封帝天，士气如日中天。然而贝贝低声请罪，魂力屏障瞬间张开。蓝秋秋母女已归，贝贝苦笑，宇浩为救他们，引动星斗核心，兽巢因他而起。严少哲正立，半晌才喃喃道：“王秋儿竟是3眼金尼化形，宇浩现在何处？”贝贝摇头，表示宇浩只说有件极重要的事，做完就回。严少哲抬手指住他，先打退兽巢。宇浩得瑞兽之力是机缘，帝天迟早要动，这次只是提前。学院不会怪他。一句话落定，唐门众人心中大石落地。
战斗暂不虚你们。严少哲指向堆积如山的魂导炮弹，唐门全力支援军械，配合实心。贝贝领命，转身集合，所有蜜蜂奶瓶、最新魂导器，统统搬上城头。唐门弟子与500名士兵立即穿梭城流。半个时辰后，南城跟炮弹已堆成小山，令石心第一次露出笑意。兽潮再扑，诸葛神弩炮因过热进入长冷却，大量魂兽趁机攀墙。石心喝令，魂导护照，升！城头青木骤起，利爪无处着力，万兽齐坠。下一瞬，强恐迸射银白震荡波，攀爬魂兽被震得浑身麻痹，跌落时又杂乱后续部队。紧跟着，上千枚史莱克特制高温燃烧弹划湖而下，火海铺城，魂兽聚火，前军踉跄，后军止步。空中，宋老卿引神鹰独舞，以一人之力缠住碧姬与4大10万年魂兽，逼得群僚无法连贯。鏖战良久，青光倏然折返城头，宋老现形，胸口微浮，喘息轻不可闻。而碧姬的碧光几乎在同一刻洒落前线，兽潮损失骤减。宋老扫过炮弹堆，惊问道：“学院何时存了这么多定装弹？”石心苦笑摇头，全是唐门半刻钟内运来。火光照耀下，唐门弟子仍在奔忙，一箱箱底牌被撬开，史莱克这块礁石在无尽兽潮前愈发坚不可摧。宋老收回投向忙碌唐门的目光，心知此刻不是追问细节的时候。武神斗罗仙灵儿掠至他身侧，低声探寻战况。宋老微摇手，坦言翡翠天鹅碧姬之强已逼近极限斗罗，其群体治疗令兽潮战力平添3成，自己数次突袭皆无功而返。仙灵儿神情凝重，传音追问玄老与穆老可困地天多久。宋老亦不知黄金术之秘，只凭能量估算3日应是极限，而3大帝国的援军因前线牵制，恐难及时抵达。仙灵儿直言，高阶魂兽尚未出动，明显以普通魂兽消耗城防，一旦他们入场，局势将急转直下。宋老当即下令，4名封号斗罗轮班上墙，每半个时辰出手一次，其余人藏冰洞中冥想恢复，以抵运对耗魂兽生命。令出急行，时间斗罗石心率先发难，银盘升空，表针轻移，500米方圆之内时间凝滞，空间折叠，100余魂兽瞬间被时空乱流抹除，只余边缘几头仓皇逃出。下一刻，红裙老妪抬手引动漫天红云，作势御击。碧姬被迫升空布下翡翠光幕拦截，却见红云迟迟不坠，反是诸葛神弩炮趁隙齐鸣，再次在兽巢深处炸开血路。人类魂师与魂导器间的默契配合，令碧姬一感力不从心，而星斗真正的强者仍被帝天严令按兵不动，战场天平悄然倾斜。第一波兽潮持续整整3个时辰，留下5000余具尸体后暂时退却。魂兽拖走同类残骸充作口粮，城南平原焦黑狼藉，血色斑驳。史莱克以10余战死，不足100伤的代价守住城垣，却也显出疲态。3000魂师多为3至5环，久战后魂力枯槁，身心俱倦。石信下令就地休整，城头之上唯有尚未动用的定装魂导炮弹在火光映照下泛着幽冷金属光泽，静静等待下一波更为惨烈的冲击。城头暂由普通士兵接手，空气却像拉满的弓弦，随时会再响。远处平原上，魂兽啃食同伴尸体的咀嚼声隐约可闻，那是下一轮冲锋前的沉默。唐门的运输已告完结，21门口径略小的5级诸葛神弩炮被推到前沿，替换过热的重炮。宣子文带着弟子在5门报废炮管间奔走，悍火四溅。贝贝望着几乎见底的蜜蜂奶瓶和仅剩1800枚的定装魂导炮弹，脸色比夜色还沉。这才是第一天。当夕阳最后一缕光被兽吼撕碎，第2波兽潮卷地而来。黑夜是他们的盟友，远程与近战魂兽分层推进。碧姬的翡翠光幕在月下像一湾幽绿的湖。诸葛神弩炮怒吼，宋老化作青引神鹰穿云破雾，专挑碧姬施法间隙俯冲，炮口火光与魂技的炫光交织，把城墙外照得如同白昼。整整一夜，城头成了绞肉机。魂导护照被撕开缺口，府兵的惨叫混着兽吼，内院学员与封号斗罗轮番出手，每一次强光爆闪都意味着1条甚至数十条生命的消逝。拂晓时分，兽潮退去，留下2万具尸体与城墙下密密麻麻的魂环，像一片幽冥的花田。史莱克付出的代价同样刺目，127名战士永远倒下，400余人负伤，23台诸葛神弩炮损毁过半，定装魂导炮弹跌破1000枚大关。更棘手的是，蜜蜂奶瓶全部告罄，魂师与士兵的疲惫写在每一张被硝烟熏黑的脸上。现在，它是一座真正的孤城，3面城墙同时被围，远程通信被魂兽气息屏蔽，援军音讯全无。幸而城内的平民、商人比魂师更早明白破城急途的残酷，粮、水、商药、私兵源源不绝送上城头。大商会的旗帜在尘风里并排飘扬，上面写着同一句话：城在，人在。